这一期要说的是冬季养兰需要注意的事情。冬季在世界各地当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以我这儿为例，仅供您参考。会涉及到室内室外两种情况，以及蝴蝶兰、卡特兰、文心兰、秋诗湖、春诗湖、大花蕙兰等等这些养的比较多的兰花的具体情况。那大面上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，一个是兰花本身的情况，就是它的室温范围，还有就是它所处的环境的气候状况。我们先来看这张表格，左边这些数字呢是它的室温范围，就是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范围。这些在网上都能查到，我只列了这么几种，没有列出来的您上网一查也不难找到。这些温度范围只是做一个参考，不同品种之间是有差异的。我说的这个不同品种是说，比方说都是蝴蝶兰，不同的个体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。右边这一列数字呢，是在我的养护环境当中这些花所遇到过的最低温度，它们都安全的度过了，没有因为温度出问题。蝴蝶兰因为是在室内，但是一大批都是在我的sunroom，就类似于那种封闭阳台的感觉，那边没有取暖。我记得我的温度计最低我有看到过11度，其他的是养在户外，看天气预报的温度到过7度8度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详细的逐条来说关于温度、光照、水肥、通风情况以及在室内外的注意事项。先说温度，我们尽量给它接近于它室温范围的温度。当然，如果条件不具备，我们就要探索它能忍受的最低温度是什么，一定不能超过那个最低温度。如果这一点做不到，就放弃养兰花吧，因为它会冻死的。关于这个我的养护环境的最低温度，可以给您做个参考，就是在我这个温度之上，我的花都没有出问题。此外，我在网上查到春诗湖可以忍受到零上2到3度，这个我没有试过，因为我这边没有到过那么低的温度。如果冬季室外温度过于低，就要搬到室内。搬到室内需要注意的温度方面的问题是，如果有取暖设备，注意日夜温差不能颠倒。简单说就是白天的温度一定要高于夜间的温度，不能晚上高于白天。温度也不要忽高忽低，频繁而且剧烈的变化。还要远离取暖设备以及出风口。在过于低的温度，时长不能太长。这个是这样理解，比方说我这儿夜里有到7、8度的情况，但只是夜里的最低温度，白天不在这个温度，而且温度是循序渐进的变化到这儿。如果一整天都是恒定的温度在7、8度，我估计就会出问题了。所以这个低温还跟在低温环境下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。时间不长，它可能也就过去了，但是时间过于长，那可能过不去。再来说冬季浇水和施肥，如果环境温度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室温范围以下，那这个时候生长会放缓或者是停止。浇水要减少，施肥减少或者是停止。这具体要看温度到底到了多低，以及兰花自身的生长状况。比如蝴蝶兰，冬季正是它出花芽、窜花梗、开花的阶段，只要看着它的生长速度还可以，肥是可以给的，给开花肥。已经开花的停肥。植料盆栽的要干了才浇水，如果是水培的，水位降到特别低，下面的根将碰到一点水就行。我的蝴蝶兰在冬季不会拿出去淋雨，冬季不出去淋雨主要考虑的是外面温度过于低，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叶心里尽量不能积水，低温蒸发缓慢，叶心里积水很容易出问题，这个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存在这个问题，所以冬季尤其要注意叶心积水。
冬季浇水还要注意浇的水的水温，最好是室温。所以水龙头出来的冷水如果温度过于低，放置到室温再用比较好，再或者是兑一点点热水兑到室温也行。冬季浇水最好选择在中午前后，也就是一天当中温度比较高的时段。施肥也是选择在高温时段，不过还要注意温度，如果真的特别低，观察到蝴蝶兰几乎不长，那这个时候肥最好是停。冬季的秋湿壶可以参照蝴蝶兰，已经开花的见干见湿给水，不给肥；还没有开花的，看温度情况、生长情况少量给肥，水是见干见湿。左边这盆是有花有花苞，我就暂时没有给肥了，只是还在给水。右边这个还在少量的给一点点肥。春石斛冬季可以给极少量的水，不给肥，憋它的花，直到它出来花芽，觉得这个花芽差不多了，稳定了，可以开始给水，也可以给一点点的开花肥。肥不给也行，它也能开花，因为它可以靠夏天、秋天的积累开这个花。我已经很久不给水了，在控水，花盆小的这些茎都已经皱巴巴的了，这些反倒更容易出花芽。最近几乎天天在下雨，它们也只能望雨兴叹，因为我把它放在棚子下面，淋不到雨，还是户外。大花蕙兰开着花的我就搬到室内来赏花，没开花的依然在户外，包括下雨天它们可以淋到雨。户外的没有施肥，没有浇水，只靠下雨。室内的过一段时间我会给点水，没有给肥。我这儿的冬季大花蕙兰正是长新芽的时间段，当然也是开花的时间段，所以今年我打算给它们补点肥，就是这样，用茶叶袋法，里面放的是香蕉皮，袋子是悬空在盆面之上的，希望这样它不会长毛。文心兰跟大花蕙兰一样，也是开着花的在室内，没开花的在户外。给水肥的情况也是一样，户外的不管，室内的会给一些水。这棵还没有拿到室内，因为花还没有开，但是不让它淋雨了，由我来见干见湿的给水。卡特兰往年都是会搬到室内，不论有没有花，但是今年这2棵掉在树下的，实际上是我忘了它俩了，一直到现在还在户外。我观察下来也还行，我让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，看看怎么样。顺便说一句，这2棵是当年买的苗，用了自己做的这个盆之后，一年四季它们都可以自己养自己，非常省心，所以我会把它俩给忘了。看气色，它俩还不错。再来说光照，所有品种的兰花在冬季光照都可以比夏季多一些。具体来说，文心兰、春石斛、大花蕙兰可以给它没有遮挡的户外的全日照，蝴蝶兰、秋石斛可以给它有点遮挡的室内的窗边的这种日照。卡特兰介于刚才说的这2类之间吧，可以给它比蝴蝶兰要多的室内的窗边的日照。还有很多兰花我没有提到，给您一个判断增加日照的简单方法，就是看它的室温范围，如果低于室温范围，增加日照是安全的。比方说蝴蝶兰，如果室内温度在18度以下，那放在窗边晒点太阳通常不会出问题。不过正开着花或者是花苞已经很大的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这棵一直是在窗边长没有换位置，那它的花苞还可以。如果突然从其他地方搬过来晒太阳，花苞很容易掉。通风，养在户外的就没有通风问题，养在室内的要注意通风，尤其是室内外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既要给它通风，又不能让冷风直接吹到兰花。
我这儿因为白天也没有很冷，所以白天是开窗开门都有通风的。冬季的虫害是比较少的，但是在通风不畅还比较温暖的室内也是有可能有虫害的，所以也需要检查一下虫害的情况。如果您已经听到了这儿，可能您已经发现了，我说的冬季主要是围绕着低温来说的。温度低，植物的循环代谢就会缓慢，表现在外面就是生长缓慢。这个时候抵抗力不强，比较容易生病，特别要注意不要过湿，就是水不要给过于多，肥也是不要给过于多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冬季一定不要换盆。冬季换盆比其他季节换盆出问题的比率高很多。这儿说的换盆是比较大动作的换盆，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乎没有动到根的换盆还可以。不过呢，即便是简单的换盆，也还是那句话，非万不得已，还是把换盆留到合适的季节更安全一些。最后再告诉您一个小秘密吧，温度是可以锻炼的，就是慢慢的让它适应超出它之前原产地温度范围的这个温度。比如说我这儿低温肯定比蝴蝶兰原产地的低温要低得多，但是慢慢的它也就适应了。这个锻炼的过程注意2点，一个是慢，循序渐进的到达那个温度，一个是一定要少给水，到达特别低的温度一定要停肥。这么做对蝴蝶兰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温度没办法调控，只能让它慢慢适应。所以如果您的养兰环境并没有那么恶劣，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温度锻炼。另外温度锻炼也不是说无限度的，总会有一个度，比方说到0度我估计都会出问题。那我能够探索到的最低的温度就是我这儿的最低温度，大概7度8度，只是夜间短时间的到达那个温度。好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关于冬季养兰花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注意事项吧，仅供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个参考。这也是应花友的要求做的这一期。其实从秋季的时候就有花友问，我也答应了，但是一直没做，已经拖到冬季了。那这样我就做一个4季的系列吧，后面我再抽时间把其他3个季节的也做出来。谢谢您一直听到了最后一句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